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尚电子。这是一个喷漆泵，它的显示是用这个显示屏，是一个 TF 屏。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这个旋钮来调节它的气压，也就是通过这个变频模块输出变频信号，推动气泵旋转，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探头检测它的压力，通过这个接口输入到内部，然后显示出它的压力，并且控制输出压力恒定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，这端是220伏输入，这个是接外壳的接地线，这个是保险，这端是一个开关，这是它的整流桥，这是300伏滤波电容，这是它的低压电源部分。采用的芯片型号是 AP8012， 它的5678角是输入，跟 VIP1212A 是一样的，12角接地，3角是稳压引脚，4角是供电引脚，通过这端供电，然后通过导线，通过电容滤波以后给它供电。3角是通过这个稳压管进行稳压的。开关变压器2路输出，一路是通过这个二极管给这端的单片机和压力传感器供电，这还有一个运放358，另一路是给这个芯片供电，通过这个二极管整流以后给芯片供电的同时呢，再给我们这部分的单片机7805先给7805供电，再给模块提供15伏电压，另外还给这个 LM324 提供5伏，是通过这个7805降压以后，同时给单片机提供一个5伏。这个单片机是外接晶振的，实际上呢它内部是有晶振的，也就是说靠自身也可以震荡，但是为什么外接晶振呢？因为这个晶振比较精准。这个同样是一个单片机，它是用来检测我们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值，通过它变成数字信号，再通过这个光偶，这个光偶是隔离的，形成一个半共通讯，把压力值传达给这个单片机，使这个单片机控制输出的 PWM 信号的占控比。另外这个位置的运放呢，是检测探头是否正常，如果探头不正常，它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加到这个单片机，使这个单片机停止工作。这个单片机的作用就是检测压力值的，这个单片机的作用就比较多了，它能够输出 PWM 信号，一共输出6路信号，驱动这几个管，再启动模块工作，从这儿输出 UVW 3项信号。另外呢，它还输出显示值，也就是驱动我们刚才的 TF 屏的这个显示信号。另外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电位器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电位器加到这儿，加到它的 ADC 引脚，然后进行调节输出的 PWM 信号占控比，还检测位置信号，通过这3个电阻上的信号加到这个 LM324 的检测引脚，再通过周围的引脚输出检测信号加到这个单片机。这个 LM324 有3组是检测位置信号，还有1组是检测电流的信号，是检测这个康通斯两端的信号，通过这儿，通过这个位置，然后通过限流电阻加到这个单元进行检测，检测的电压值通过这个引脚输出，通过这个限流电阻加到这个 MCU 的 ADC 引脚进行检测。另外刚才我们通过这个位置反馈的信号，除了检测电流之外，还通过这个限流电阻加到了这个3极管的基极，当这个基极的电压超过 0.5 到 0.6 伏时，3极管导通，极电极向发射极导通。这个3极管发射极接地，极电极通过上拉电阻接5伏，然后通过这个电阻耦合加到单片机的一个引脚。当3极管导通的时候，由于这个单片机的这个引脚为低电位，所以整机停止工作。如果这个引脚为高电位的时候，芯片正常工作，输出 PWM 信号，它就是一个过流保护的3极管。它的功率模块在这端，这3个电容就是自举升压电容，这是自举升压二极管。
维修这个机器的难点就在于芯片的程序，因为这两个都是单片机，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，就没有办法修理了。当然，如果是外围的电阻、电容等坏了以后，或者是运放，或者是这个运放坏了，我们是可以修理的。另外，这个压力传感器如果损坏，我们也可以代换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